我究竟为什么要花这个钱买这样东西呢？蛮后悔的，有点怎么去买更加容易拿到包包，毫不犹豫的把它退掉，绝对是属于冲动消费的那一个。但之后几乎都是没什么声音，他拿包的整个过程坎坷很多，老账户反而会比新账户更加难拿包。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呢是一期拖更了很久的视频，关于爱马仕的一个配货经验的分享。刚好最近这段时间我就在整理自己的衣橱，想说家里面攒的这些爱马仕的箱子呢实在是太多了，有点想把它们全都清理掉。那差不多是时候来跟你们更新这期视频了。如果说你们对爱马仕这个品牌很感兴趣，或者说刚刚入坑这个品牌的话呢，我还蛮建议大家可以好好的看一下这一期，希望我的一个经验吧可以给你们起到一点点的参考作用。但如果说你对这个品牌完全不感兴趣，然后对他们的这种销售的机制也完全不认可的话呢，那么就可以不用看今天这期视频。我的频道里面呢还有很多其他不同主题的视频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OK， 那闲话不多说，赶紧进入今天视频的正题吧。今天视频的内容呢会主要分为3大个部分。首先第一个就是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一个养马时间线，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买下来个人感觉最满意以及说最后悔的一些配货，然后第3大个部分就是我这几年养马养下来总结出来的一些我非常个人的配货经验吧。究竟买一些什么，或者说怎么去买才能够比较快的拿到包包。我的坐标是在美国加州的洛杉矶，那么我第一次进去比弗利山那边的爱马仕门店呢是在2020年的8月份。在那之前的小几年时间里面，我可能陆陆续续在他们网站上面有过一些消费的记录，除了说一些 fashion jewelry 一些丝巾等等这些呢，我在2020年的上半年还有在他们的官网上面买到过一只金棕色的 Lindy 26，那个时候我还特意有发视频跟他分享我的一个爱马仕官网刷包的经验。那8月份进店那一次呢，也是随机分配了一个 sales 给我，差不多消费了$2000左右。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自己对于养马这件事情是完全没有任何概念的，也不知道说究竟要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去 build up 我的账户，包括在结账之前就 SA查了我的一个账号，就是说你在我们网站上买的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来店里买啊，这样子的话就都能算作是你的消费记录。而且那个时候他跟我说，你哪怕就是买 Lindy 这种包包其实都可以算作是配货的。但那个可能是因为还在2020年，到现在2024的话情况呢就已经非常不一样了。我还清晰的记得那天结账之前他有拿过一些别的小东西给我看，问我有没有兴趣，就比如粉色的小马，然后还有那种颜色特别好看的卡夹。但那个时候我真的就觉得说我不需要，我也并没有想要买这些东西，我就直接给拒掉了。所以那次之后，虽然他有问我要一个包包愿望清单，但之后几乎都是没什么声音。那时间就到了2021年的8月，那个时候我好像突然是想买点什么来着，具体是啥我已经不记得了。所以呢，我又尝试给他发了一次信息，然后他就迟迟的没有回我，直到过了1个星期，我打电话去店里面问才知道说 OK， 这个sales 他已经离职了。再到下一次进到店里呢，其实是已经到了2022年的1月份，在我生日之前。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很想要给自己买一块爱马仕的手表，但我没有提前预约，所以呢也是当天随机给我分配的一个 SA， 也正是我现在一直在他手里买的，相处的非常愉快的一个 sales。 也正是到了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的想说 OK， 我想要开始养马。那跟着这个 SA 开始买的2年多的时间里面，目前呢我是陆续先后拿到了一个黑银的 Birkin 30，再然后是金棕配银扣的 Birkin 25，然后中途再拿了一个甜品包迷你的2424，再就是黑金的 box 皮 Kelly 25。然后现在的话呢，我就是在等我的内缝 Birkin 25。这只包呢我等了蛮长时间的，其实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我的 SA 就差不多告诉我说已经配的 OK 了，可以开始等包了这种。但可能因为这次我想要的这只包呢色系选择就是非常的窄，所以到现在呢都还没有拿到。然后中途我还聚了一个冰晶灰，聚了一个珍珠灰，在这里许愿我可以尽快的拿到我心仪的包包吧。具体配货的部分，我感觉他家每一个类别的东西我都有买到那种非常满意的，同时呢也有很后悔的，所以今天我就按照不同的类别呢来跟你们分享。首先第一个呢就聊一聊首饰的部分。首饰的话，我觉得首先 fashion jewelry 这一块呢真的是他家
非常好入门。如果你刚开始养马，我觉得买这个类别呢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呢你能很容易的去挑出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东西来。因为他家的 fashion jewelry 其实也有很多特别经典耐看然后又好搭配的这种设计，同时呢这2年也有陆陆续续推出一些让人感觉蛮眼前一亮的蛮特别又时髦的一些款式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今天视频里面我戴的这一个 set， 然后耳环跟项链的吊坠都是这种圆柱形的皮质包裹的一个设计。一直看我视频的小伙伴们应该有蛮经常看到这对耳环出镜的，包括前2年我们去夏威夷旅行的时候，然后被偷了，当时这个耳环呢就也被偷走了嘛，所以那个时候回到洛杉矶的第一件事情，我就是赶紧找我的 SA 重新订了一副这对耳环。另外一对我非常喜欢的应该就是这一对圆圈式的耳环设计了。你近看呢会发现其实它整体呢很立体，中间里面内嵌的依然是皮质的一个材质。圆圈式的耳环样式我觉得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最百搭也最不挑脸型的一个设计。但这个类别里面呢我也有买到稍微比较后悔的，就是这一对白色的。这对耳环其实颜值呢整体也是很高的，包括其实戴在耳朵上面也是非常好看的一个类型。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对戴在我耳朵上面我就总觉得说有一点点异物感，不像我前面说的那2个，就是我可能戴一整天到晚上的时候我都觉得说还行，但这对白色的我可能戴个超过3个小时吧，我就会很想要把它摘下来了。当时就是纠结了一下，然后后面就没有去退货了，但是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应该会毫不犹豫的把它退掉，哪怕就是退成店内的一个 store credit， 你之后也可以拿来买别的东西。那比较贵价一些真金白银材质的这种首饰里面呢，首先我还蛮喜欢就前段时间买到的这个猪鼻子手镯的，它是一个925纯银的材质。前几次我回国的时候在香港转机机场店里买到的一个样式，开口式的设计，戴起来呢就很方便，像我这种手腕真的非常非常细的人，你戴上之后呢就可以给它抠的稍微紧一些。其实很多爱马仕他们家的这种手镯呢我都蛮喜欢的，但绝大部分呢都没有适合我手腕这个粗细程度的。无论是春夏天这样的单戴啊，还是说等到秋冬天你去把它抠在一些比较修身的那种黑色针织打底上面，它都是非常好看的一个类型。下一个就是这个小 Q 戒指了，这款戒指也是我蛮早期买的一款配货的，当时买到的时候的确很喜欢，但是呢后来我发现它其实在我日常生活当中戴到的频率呢特别低，真的很容易刮到你的衣服，尤其是在穿脱一些针织类的单品啊，或者说毛衣什么的，真的很容易去把那个毛线给勾出来。而且虽然它是一个18K 金的这种材质，但我发现这一款不知道为什么就还蛮容易黑的，而且也很容易被蹭到，戒圈底部呢现在就被我凿出了一个坑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款戒指虽然这2年涨价涨得还不少，但是讲真的我是蛮后悔入手的。再然后就是今年年初呢给自己买的生日礼物，也就是这一条 Kelly 的手链，它是比较 chunky 一点比较宽边一点的一个设计，戴在手上你就不会觉得说有那么强的一个女性感，虽然说只有4颗小小的钻，但整个给人的精致度呢是很强的。讲真的，这条手链应该是我目前买过所有他们家的这种贵价一点的首饰里边呢最满意也最喜欢的一个。而且你拿它去跟一些其他更加窄边啊，或者说珍珠类的这种小的手链什么的叠戴在一起呢也非常的好看。下一个的话呢是一块爱马仕的手表，这个也是目前唯一我在他家买过的手表，我很喜欢，也是我当时在现在这个 SA 手里面买到的第一样东西。这个系列本身设计就非常的经典，整个表盘是一个 H 型的字母嘛，也是对经典的一个致敬。相比于皮质的表链，我会觉得说 stainless steel 的这种材质呢看上去更加的现代，更加的中性帅气一些。而且虽然说上面镶了一些碎钻吧，但是整个表链的光泽感呢也很强，所以并不会觉得说戴在手上它显得过于的抢眼，可以很好的去融合到你日常生活当中的各种搭配。然后价位上呢它也会比较的适中，不是那种你买了之后觉得说好像很不超值的那种款式。下一个的话呢就来聊鞋子的部分。鞋子这个类别我觉得也是平时我买爱马仕配货里面会买的比较多的一个类别，尤其我很喜欢这个 H 系列的老爹拖鞋，我觉得是属于他们家凉鞋拖鞋款式里面
真的舒适度会比较高的一款了。然后在这个拖鞋类别里面呢，我觉得外侧这种麂皮的材质呢，又相比较滑皮的那种款式呢，更加舒服一些。像我左手边的这个凉拖鞋，其实之前我还买过一双白色皮质的，但那一双我觉得穿着稍微长一丢丢的时间，你就会觉得说脚背内侧这边呢还挺磨的，所以后来我就把那双鞋子呢给转手了。而且讲真的，这个系列的拖鞋也并不是那么的好买，就不是说随便进到一家店里说想买这个拖鞋呢就买得到的类型，还是比较难买比较火的。另外呢，这种内里嵌羊毛的款式也是我真的秋冬天穿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鞋子我一共是有2双，然后另外有一个金棕配色的那双我就直接留在了国内的家里，想说下次回去的话就不用特意再带这个拖鞋走了。也是前段时间可能在哪个地方转机，在机场的店里面买到的。除了说舒服又好穿之外呢，它也非常的好搭配，是那种很日常随性非常 lay back 的那种气质。另外还有一双其实我穿到的也不少，并且也还挺喜欢，但是呢我没有那么推荐的，尤其是相比于这个老爹拖鞋的款式来说。首先呢，因为它前侧就是在脚背这边给你加了一个 Kelly 扣嘛，所以呢当你把这个扣子扣上的时候，我觉得穿久了真的就是会硌的脚背非常的疼。所以呢，像我平时穿它的时候，我都是直接把 Kelly 扣给解开，这样子的话呢就会舒服很多。但即便是把它解开，我觉得这双鞋子也不适合说那种穿一整天的时间，如果你走路稍微走得多一些，整体的舒适度呢确实没有老爹拖鞋那双那么的好。另外还有一双我蛮后悔的鞋子呢，就是这一双熊猫配色的 sneakers。怎么说呢，这个 sneakers 就是真的平时你会想不到穿它。一方面有可能是因为我本身确实很喜欢买运动鞋，所以我的运动鞋呢也很多。你说要从时髦的角度来说吧，比它时髦的款式呢，我鞋柜里面也有。要从舒适度方面来考虑呢，它又不如一些其他的特别好走的 sneakers 那么舒服。而且呢，它又是一个非常矮底的设计，无论说是对你的身高还是说你的腿型呢，都几乎起不到任何的修饰作用。包括它前侧这种鞋舌头，它也没有给你做的很低帮，所以呢，如果你直接拿它去配一些短裤啊、短裙什么的来穿，它也起不到那种说修饰你脚踝，就显得你小腿更加细长的那种作用，真的可能也就穿出门过那么1-2次，绝对是属于冲动消费的那一个类型。所以这个鞋子我应该今年呢会想办法呢把它出手掉。另外他家的鞋子里面我还买了那个非常经典的长靴以及说短靴，视频里面跟大家分享过的嘛，我觉得上脚呢它确实也都很好看。但是最近我在收拾的时候，我会有一点想把那双长靴呢给出手掉，因为我衣橱里面的靴子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是及膝靴这种款式，所以呢到时候大半年之后，我会觉得说那双短靴呢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率呢会相对来说高一些，而长靴的话真的就是非常少有穿到。再下一个的话呢，就是爱马仕的家居类的单品，同样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买的一个类别。首先第一个最值得买的，我觉得就是他家的这种毛毯了。目前我们家是有2块这个 H 字母 logo 的毛毯，我们真的用了好几年的时间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这种米黄偏棕一点颜色的，它这个的图案呢非常好看，是一个那种很大的一匹马的那种图腾，纯羊毛的这种材质，摸在手上真的特别的舒服，又柔软又扎实。而且呢一到秋冬天的时候，大家就是窝在沙发上面煲个剧啊，看个什么综艺什么的，用它往身上一盖，真的很保暖。不仅是我跟老田还有我爸妈很喜欢之外，闹闹呢也特别的喜欢。像同系列的这种大的沙发靠枕，就平时闹闹特别喜欢直接趴在上面睡觉，大概是所有的爱马仕配货里面，我觉得要从使用频率这方面来说的话，最高的一些东西了。然后平时你哪怕不用它的时候，把它搭在你们家沙发背上啊，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看的，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另外我买的非常满意的应该就是他家各种各样的杯子，无论是这种mug 还是说水晶杯，我都很喜欢，尤其是这一个高一点的水晶杯，到了春夏天我就是一直会拿它来喝各种什么冰咖啡呀，然后在家做一杯拿铁呀，超级无敌的好看。而且因为它整个水晶杯的这种切割面很多嘛，很有质感，就是属于那种可以经常在无意之间去提升你生活幸福指数的那种感觉。这个杯子我是一共买了4个，但我现在非常心痛的是其中一个呢
就被老田洗杯子的时候给砸烂了，所以呢4个变成了3个，我心里就作为一个强迫症我就很膈应，但是呢它又蛮贵的，所以我就一直纠结说要不要再买一个把它给凑成一个双数的。家里如果有一个这种手经常容易抖容易滑的人，买这种比较贵价的杯子真的就是需要三思而后行。另外他家的家居单品里面还有一个我买到非常喜欢的，就是也是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一下的一个很漂亮的那种有点像是氛围灯一样的感觉，我现在就一直把它放在我们卧室的床头，晚上你把其他的灯都关掉，然后开上它，光源透过水晶玻璃罩反射出来的各种不同的切面，真的超级好看。平时白天不开它的时候放在那呢，也是一个类似于艺术品一样的存在。我觉得它是有一点介于家居跟家具这个类别之间的，但是呢它的单价又不算很高，惠别马家其他的那种家具呢真的便宜很多。你要说它有多大的实用性吧，它也确实不是，但是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营造出氛围感的那种小东西。这么说吧，值或不值，我觉得每个人呢都有不一样的标准。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我觉得值或者说不值的，也都是根据我自己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用下来的一个反馈。再然后的话呢，就是小配件小皮具。首先第一个我最喜欢买的就是他家的这种 Calvi 小卡夹。目前的话其实我是一共有5个，然后呢其中一个已经给我妈了，因为平时在美国这边还是会经常用到信用卡的嘛，所以卡夹呢还是一个生活当中比较需要的这种单品。然后我平时就很喜欢换着用吧，各种不同的颜色，隔一段时间呢就换一换。棕色这个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拼色的设计，内侧呢拼的是一个气泡绿的颜色，这个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限定色。然后另外呢我还有一个这种纯色的气泡绿的颜色，它看上去小小的，然后也不是很厚，但其实能放的卡呢非常的多。像黄色这个就是我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用的嘛，几乎是塞得啪满的一个状态，无论是证件、信用卡、现金、什么保险卡等等这些呢都可以放进去。这个紫色的也特别好看，是稍微偏粉一点，很奶糊很浅的一个色调。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值得买的呢，就是他家的护照夹，因为护照夹其实是一个非常经久耐用的单品，同时又可以去起到一个很好去保护你护照的这种作用嘛。那这个护照夹其实之前我也是买过一个，但是呢在夏威夷被偷了，所以呢后面又新买了一个比较浅色调的，应该也是奶昔白的一个颜色。但浅色调大家就是真的要小心一点，它还蛮容易弄脏的，但也无所谓吧，反正还能继续用。然后另外我给老田入的是一个大象灰的颜色，也是特别耐看的类型。除此之外，我买到的小皮具里面平时搭配可能经常出镜的就是他家特别经典的这个皮带了，特别耐看的这种 calico 的细节，然后背后这边呢是可以随意去调节松紧跟大小的，所以对于各种腰围啊身形都非常的友好。而且这个配饰你一用上吧，就真的能瞬间给你那件衣服呢质感拉高好几个档次。然后当时我买的呢其实是一个带有一个小卡夹可以别在腰带上的这种设计，一物多用的这种设计吧。再下面一个呢就是衣服这个类别，衣服类我觉得我算是买的很少的一个类别了，女装里面我就只买过这2件，但这2个单品我平时确实都还蛮喜欢穿的一个类型的。首先这件 T 恤呢，它是一个黑色底色，上边呢有很多皮带搭扣一样的这种印花细节，看上去整体就是几何感比较强。然后呢它也不是说直接印了爱马仕他们家那种大 H 的 logo 吧，所以我觉得穿在身上它不会显得那么的招摇。然后另外这一个呢，它是一件怎么说无袖的帽衫设计，整体呢非常的休闲，而且这件衣服就是你不近看你可能完全感受不出来它是爱马仕他们家的针织类的一个材质，然后衣服表面的 logo 印嵌是特别隐约的类型，后侧的这个兜帽设计的尺寸呢也非常的大，穿在身上呢很时髦。我觉得你既可以单穿，或者呢就是里面穿一些比较修身的那种打底，既休闲日常，然后又会显得整个人的质感很好。相比于女装来说呢，男装我反而会稍微买的比较多一些，平时就给老田买嘛。但是讲真的，买他们家男装，我的一个初衷确实是为了说配货。首先男装里面的设计啊，相比于女装来说，我觉得会显得更加的时髦好看一些。无论说是男装女穿，还是说买给自己的另一半啊，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呢，唯一我想要跟大家就是建议一下的，就是尽量去买你知道
你男朋友或者你老公肯定会穿的类型。我有给老田买过爱马仕他们家的各种 T 恤啊，然后衬衫、拉链款式的那种 hoodie， 以及说我手上的这种 sweatshirt。平时 T 恤啊，或者说带拉链的那种 hoodie， 他都穿的蛮多的。但是这种套头式的 sweatshirt， 他真的就很少穿。这件衣服买了大半年的时间，我觉得他可能就穿了2次，所以这件我真的是买的有一点后悔，因为它的单价也不便宜，大概是3000多美金的样子。因为它都很少穿到嘛，所以你就会觉得说这个钱好像没有花在点子上，我不如就去买那种更加休闲的 T 恤啊、帽衫什么的，还能给他多买2件。配货里最后一个想要跟你们分享的，也是最近我才刚刚买到手的一样东西。这个东西是没有到手之前我真的很想买，并且我觉得很应该买，然后买回来一试戴吧，你会觉得说真的还蛮好看的。但是过不到5秒钟，我就会开始质疑说，我究竟为什么要花这个钱买这样东西呢？它就是近期风非常大的一顶鸭舌帽。鸭舌帽这个东西讲真的本身确实是我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会经常用到的一个单品，所以呢这就是我为什么当时想要买的原因。我会觉得说对呀，它就是一样我会一直用得到的配货。然后试戴了之后会发现说它整体的帽型设计真的也很好看，也能够起到那种修饰你头型啊脸型的那种作用。所以试完当下我会觉得说买对了，很好看，而且这顶帽子确实现在也并不是那么容易买的。但为什么说过了5秒钟我就开始后悔呢？是因为我坐下来仔细想了一下说，这顶鸭舌帽它单价税前是700多美金，我到底为什么要花700多美金去买一顶就是纯棉材质的这种鸭舌帽呢？市面上面单价70美金，同样帽型非常好看，能修饰你脸型、修饰你头型的帽子也很多啊。然后当下我就后悔了，你知道吗？我就开始反思，我就觉得爱马仕的这种配货制度真的很容易让我们陷入一个认知上的误区。很多时候你在买一件配货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没错啊，我的生活当中确实会经常用得到，然后你就觉得说它是超值的了。但往往这种时候我们自己已经忽视了它的一些横向的比较，把这个东西拎出来放到整个一个大品类里面而去做比较的话，它是否真的是一个超值的选择？它不像爱马仕他们家的一些什么家居这种类型的单品，你会觉得说它整体的工艺感也是很强的，有一种手工匠人的那种精神在里面。但鸭舌帽这种东西感受不出来这类型的含义吧，所以这个单品我真的蛮后悔的，有点觉得说为什么不晚1秒钟再去把那个吊牌给剪掉呢？但没办法，现在买都买了，我就只能说 OK， 尽可能的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尽量多的去用到它，带到它。接下来第3个部分的话呢，我给大家总结出来了以下9点，我觉得说怎么买或者说买什么呢更加容易拿到包包。但是呢说在最前面，这也是我非常个人的一个经验的总结啊，可能并不适应所有的情况。首先第一个呢，我感觉你配货的种类呢尽量丰富一些，相比于那些死盯着某1、2个类别来买的那种账户呢，我觉得你的账户就会比别人在经理看来更加的丰富，他会觉得说你对这个品牌整体的一个好感度跟忠诚度呢都是非常高的。那这样的账户呢看上去就也更容易让经理呢给你批包包。然后第2点的话呢，就是我觉得你在买这些配货的时候不需要一直砸钱去买特别贵价的那种大件，但也不要说完全不买。我自己的节奏呢，就是可能平时在比如说拿到一只包包之后，我可能接下来的几个月就是慢悠悠的买一些比较小一点我很喜欢的东西，但是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这个消费记录。然后等到你觉得说我想要拿下一只包了，这个时候呢你再去买一个大件一点的东西。那我理解的这个大件呢，在我这可能就是单价超过5000美金以上的。按照这个节奏去买呢，就很容易在买了大件之后呢触发拿到下一个包包的这个节点。然后第3点的话呢，就是我看网上很多人就在分享这方面经验的时候会说，需要你时不时的去店里面刷个脸，刷个存在感。但是就我的经验来看其实我进店的频率呢并没有很高。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因为每个 sales 它的行事风格不太一样，像我平时就比如说买一些比较小件的东西，我可能都是直接短信跟我的
sales 去联系，然后他会帮忙就直接短信啊或者说 email 里面给我发一个 purchase link， 这样子的话我就直接找他订货就可以了，我不太需要说去到店里面，甚至是东西到了之后他也可以就直接给我邮寄过来，如果说我没有时间的话也不需要去店里面 pick up。 但这样子通过电话短信这种方式去买的东西呢，同样也是累积在你的账户里面呢，是可以算作配货的。然后第4点的话呢，就是尽量不要超过太长的时间完全没有任何的消费记录。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保持在可能每2个月有一次消费记录这样，然后碰到如果说要回国的这种情况呢，我都会提前跟我的 SA 说好，就比如说几月到几月之间我就不在洛杉矶这边，这样子的话中间哪怕间隔了好几个月其实也不太会影响到你的账户。就比如说去年我也是因为回国，然后我爸妈又过来，中间好几个月可能接近4个月的时间没有去到店里吧，也没有跟他有任何的联系，但是呢也没有耽误我后边拿到那只 box 皮的 Kelly 25。然后第5点的话呢，就是关于sales 的选择。我觉得就是对于如果说你是刚刚入坑爱马仕，或者说想要入坑爱马仕的新手来说呢，不太建议大家去找那种经验特别丰富就资历特别老的，在那个店里面手上已经有很多 VIP 大客户的那种 sales， 因为他很有可能就没有精力顾得上你知道吗？他可能靠手里那些大 VIP 都已经完全不用担心自己每个月的业绩了，自然而然的他就是不会把过多的精力呢放在你这个新的账户上边。因为我身边就有朋友碰到过这种情况，他的 SA 可能就是真的店里特别资深的那种类型，然后他其实跟我入坑的时间差不多，但是呢他拿包的整个过程感觉就要坎坷很多。第6点的话呢，就是基于第5点以上，如果说你刚刚入坑，然后碰到了一个跟你很合不来的 SA， 那么就真的要尽快及时止损，一定不要在一个跟你整个气场啊，或者说节奏，或者说相处的非常不愉快的 sales 身上浪费时间。而且讲真的，如果说是在同一家店铺的话，你在之前 SA 手上消费的那些东西也是可以算作你个人账户的一个累积的。我觉得选对一个 sales 真的很重要。你就比如说我平时自己的一个购物习惯是我很清楚的知道我自己要买什么，所以我其实不太喜欢别人一直疯狂的给我推荐，或者说这个你要不要，这个你喜不喜欢啊，我不太需要这些方面的建议或者说推销。然后我碰上的这个 SA 呢，确实他就是那种从来不主动跟我推荐东西的人，他每次都是会直接问我说你想要什么，然后如果说我没什么其他想买的东西，他也从来不会再额外的给我硬推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这一点我真的很喜欢，就是跟我本人的购物习惯吧非常合得来。然后第7点的话呢，也是针对刚刚入坑爱马仕的朋友来说的，就是你的愿望清单可以尽量的丰富一些。就比如说你想要这款包，那这款包你给的颜色啊，或者说皮质、金属扣的这种选择范围呢，尽量的宽一些，那么呢，也能够帮你就是更快的拿到第一只包包。如果你一上来就死磕某一个颜色，然后只有那唯一的选择，那么对于 SA 他自己来说，他也会觉得说发展你这个新账户呢，对他来说难度比较大，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那么大家站在这一个 sales 他自己的一个立场来看的话，他肯定宁愿去发展那些更容易的、效率更高的客户身上。而等你跟这个 sales 慢慢磨合，然后已经拿到1-2只包包之后呢，你再往后你的需求呢也可以更加的 specific 一点，他也会愿意花更多的时间跟精力呢去帮你争取你特别想要的东西。第8个的话就是各种特殊的节日，或者说对你个人来说意义比较大的一些 occasion， 确实是会更容易拿到包包的。但是这个呢，我觉得你也是需要提前，就最好是提前1-2个月吧，就跟你的 sales 透露一下，就比如说我接下来马上要过生日啊，或者说再过1个月就是我们的纪念日啊，或者说你最近刚好又升职了啊什么等等，这些有一些这样子的 special occasion 的理由吧，都能够更好的让你的 SA 从门店经理那边呢批到包包。然后第9个的话也是我觉得可能争议会比较大的，但我个人感受，尤其最近感受比较强烈的一个点，就是我怎么感觉好像
老账户反而会比新账户更加难拿包一点呢？因为我现在回过头来看，从我第一只包包开始到现在，前面的2只包真的都很快，也并不是说我前面2只包就是要的特别不热门、特别冷门的那种颜色，黑银跟金棕也是特别金刚色的金刚色了，但真的就是很迅速的就拿到了，所以呢让我现在就突然觉得说怎么第4只这种这么的难拿。因为我的 SA 是从1月初的时候就跟我说已经可以等包了嘛，但是呢现在过了半年时间了，我还没有拿到。不知道有没有同在养马的小伙伴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我，是这个情况只是非常特例在我身上，还是说你们也有遇到过比较类似的情况？我现在就会感觉是不是有一点他觉得我这个老账户就跟着他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嘛，不太容易跑掉了，所以他不担心说我不继续在他那消费了的这种感觉。anyways， 那差不多这些就是我目前养马养下来的一些小小的心得跟经验的分享，希望有给到大家一点点的参考作用吧。然后如果同在养马的小伙伴，你们也有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啊，或者是有趣的经验分享，也欢迎大家就是随时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还蛮好奇就是大家的养马心路历程的。 OK， 那差不多今天的视频呢就先录到这里，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视频。然后如果你喜欢，请记得一定要给我的视频点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最后的最后呢，感谢你们今天的观看，然后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